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绅士703双 R 的外观设计和细节配置。如果用差异化辨识度的角度来审视，那做的还是很有记忆点的。整车的风格、线条犀利、凶悍、尖锐，充满攻击性。一些细节处的打磨也可以看到它用心的一面，比如压铸式的铝合金的车架，还有后摇臂，一定是车身侧面的视觉重点啊，非常的壮硕。你看这个尺寸，非常的享受了啊。整个车有点机甲风，但是是带刺儿的那种啊。这好比武藤兰在玩针灸一样啊，你把它融合在一个100匹的速度机器上，想想就充满了诱惑与刺激，对吧？当然这个外观上让我找一些问题的话，就是一些细节处，它是不是有一些呼应关系和整体那种联动好像缺乏一些感觉啊？比如说这种呼吸灯，其实呼吸灯本身可以通过手机 app 来进行调节，我感觉还是挺好的啊。但是你看和车灯啊这些设计语言，它有没有连接性？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，对吧？这个车你从前方看它的车头侧面看下去是最棒的啊。这种速度感、这种攻击性传递的非常明确的，整个车身线条还是很犀利和俊朗的。好，我们从车头部分看起啊，风挡的面积不是很大，但这个弧度很漂亮，我很喜欢。前面是冲压进气的口，大概有手掌那么大，然后向下看就这个车的视觉重点啊。但是它前面2颗并不是它的大灯，而是它的日间行车灯，亮灯的效果给大家做一个展示。好像黑夜里微微亮起那种眼睛一样，对吧？底下4颗透镜，2颗近光灯，2颗远光灯才是它的大灯效果啊。同样的，我们在地库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灯亮起来的一个效果啊。其实照亮回家路我们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，光照条件、光照效果是非常好的。配合上白色和红色的这种版花点缀，我甚至觉得挺帅的啊！反光镜和指示灯融为一体，只是这个车身啊线条都是平直的，但是这个反光镜伸出来是比较圆弧的，好像动物触角那种感觉，有一种激情过后的匹配感，对吧？然后这个镜子的话，其实可以手动进行调节的啊，一些微小角度的调节比较方便。而镜子伸出来的本身，这个底下有卡榫也是可以调节，但是需要比较大的力气啊，搬下来就是这种感觉，好像触角耷拉下来的是吧？好。接着往下看，由马祖奇提供的倒立减震，整车的悬架调节，我觉得还是挺有水平的，很有韧性，然后很有运动支撑的表达。西护的对4搭一个双碟的浮动盘，轮胎是米其林的 Power 6，你看一下这个几十公里还是非常的新啊。轮胎尺寸前120后180的宽度，轮毂红色的，但是这个其实是可以抠下来的，方便我们 DIY。不过这个车身颜色整个版花这个红色轮毂，我觉得看起来并不突兀，还挺享受的，是吧？侧面做了一体式的这种风刀啊，空气动力学的一些设计还是比较克制的。整个车身侧面的版花都是可以抠下来的，对吧？大家看一下底下这个部分啊，方便我们自己 DIY 啊。原厂还给你带了一个小版花，那你自己喜欢什么样子就把它贴上去啊。其实这个后期空间蛮大的，因为比较尖锐嘛，干一套宇宙骑士迪波威上去一定是可以的。整个侧面线条看下去，做工呀、板材啊、漆水，我觉得都是在线的啊。当然视觉的亮点一定是在这个车架上，尺寸很大是吧？看起来很享受。发动机的部分聊一下啊，这就是我们熟悉的那台3缸机了啊，102匹74.5千瓦啊，开起来整个感受据说和703F 调教还是不太一样，等一下动态部分我们再跟大家讲啊。你看这个车架漂不漂亮，包括这个铝合金的后摇臂，对吧？看起来非常的享受，做成这种金属原色搭白色红色的这个版花，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的，对吧？很喜欢啊。之前曝光的那个黑灰色其实是黑色的啊。然后看一下隐藏式的排气啊，有人喜欢之前曝光的那个3个口的是吧？说明3缸的一个身份，但这个简约的设计我自己感觉也是 OK 的。回压包做了一个黑色的处理啊，看起来没有那么突兀，也算是一些巧思了，对吧？然后我们看一下后置的多连杆的减震啊，调节的我觉得水准之上的啊。然后底下看一下多连杆这样的一个结构啊，当然它整个悬架的这种表现我们留在动态部分跟大家来讲解啊。然后铝合金的后摇臂尺寸非常的好，上面还做了一些贴花，但是这个贴花字母也是可以撕下来的，中间还是一个镂空的设计，尺寸其实蛮大的。后刹单碟单活塞也是西护的啊。其实整个后轮这个质感啊，包括隐藏式的排气，大家看起来我觉得还是挺漂亮的，跟这个车型整个比较平直尖锐的那种设计挺搭的。包括180这种后胎，看起来视觉张力上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啊。尾巴翘得很高，大家看跟油箱的一个位置，当然有人喜欢，有人就觉得一般了，是吧？主驾驶这是一个低座的版本，可以换一个更高坐垫的，那个海绵填充会更加厚实一些。油箱和座椅的切角我觉得还可以，对于小花使用照顾也还不错啊。尾部也有一些空气动力学的设计，但是这一部分质感呀，
啊，整个触摸感觉其实是比较一般的，也比较硬朗的。后座带人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慎重考虑吧，体验应该是比较一般的啊。还有这个挡泥效果啊，那只能说这种短尾的设计，那甩泥几乎是一定的，对吧？尾部的设计其实比较犀利的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亮灯的效果。老实说，703双 R 的前后灯组除了造型比较个性以外，这个亮度真的是没得说，后面看它的指示一定非常清晰的啊。好，转到下面看一下这个铝合金的后摇臂，越看越好看啊，甚至贴了这个贴花以后，感觉好像也多了几分帅气，对吧？好，前面看一下，这个车也是配备了快速换挡系统了，但是一个单向快排啊，比较遗憾，这次的3缸都没有电子油门，我们也有一个双向快排，希望后面能够快速攻克这样的技术难题啊！怎么样？这个车型的外观是不是你喜欢那个菜？可能有的人觉得它太尖锐了，尾巴太高了，但是以我的审美或者喜好来看，我真的还是挺喜欢这个车的颜值的啊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它的第一视角。第一视角的话，其实一些细节处的打造，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再提升一些。我们先从油箱看起啊，油箱容量16升，整个造型加持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啊。我170还有车主188都觉得加持挺好的啊。然后漆面这种珍珠白的感觉做的都挺好，包括侧面这种 logo 精致感都是有的。前面这个塑料覆盖件是选用亮色的处理，质感挺漂亮的，但是它有点沾指纹，不太好打理，不知道后面如果贴膜的话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。然后往上看一下上3星的连板，虽然是黑色的镂空的这种形状，但是质感传递其实比较明确的，而且底下也做了一些小心思啊，比如说有一个挡板，既有挡泥的一些效果，也从你视线上看下去没有那么空了啊，也算是一些用心的地方啊。全新开模的一套按键模组啊，但是这种塑料的质感其实没有那种豪华感或者档次的感觉。按键用起来这种阻尼回弹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啊，滑动离合手感也是挺轻的啊。这里还有一个小波轮。波轮挺趁手的，但是这个框量其实是有点大的。这里可以调手把加热，对，这个车居然有手把加热还有驾驶模式啊。这边看一下双拉线的油门吸护的上泵啊，油门调节还有上泵的手感，我们都留到动态驾驶的部分来跟大家讲啊。这边也有一个波轮，你看这个框量其实是比较大的，对吧？啊，虽然阻尼回弹用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啊，上面这个是无钥匙启动啊，直接电源打开，然后点火键都在这边啊。然后侧面这里还有一个 USB 和 Type C 的充电口，大家看一下，也有一个交电啊。下雨天的话，还是有一些安全保障的，增加我们的拓展功能啊。好，我们来点火看一下这块仪表，这个仪表也是老演员了嘛，368还有703F 用的都是这一块。欣赏一下小灵通级别的开机动画啊，其实流畅度好像还行啊。这个 UI 是车主选的，也是我认为和703最搭配的一个，有一点速度感，还有一点现代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我们来调整一下，看一下啊，这边这个波轮来调节它的驾驶模式、TC 的开关，还有手把加热，对。仿赛有手把加热，其实